今天我请到一位特别来宾，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他叫做 Iv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y。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在哪里吗？就我记得我们进去大学的时候，不是会有面试吗？然后我们面试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是4个人一批一批的。对。然后应该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怎么讲，学号比较近，所以你刚好是在我后面一个人面试。对啊。然后就4个人，可是我记得我好像只有跟你交换过 Facebook 而已。哦，那天我们就有问彼此的联络方式。对，然后说什么进去大学后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们可以互相照顾什么之类的啊。现在想起来好害羞。那时候超尴尬的，就对彼此超有礼貌的。我真的每一次都想翻出来你那时候传给我的讯息，你每一句后面都要加一个笑脸，而且还是那种冒号低的那种超不熟的人才会用的笑脸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被大爆料了。一开始跟我一起去日本呢，其实还有一个我高中的同学，可是因为我跟那个人是不同系的，所以跟我同系的人我一个人都不认识。然后就因为刚好那时候有跟你交换 Facebook， 所以一开始就是跟小艾比较好啦。对，好像你真的是我进大学第一个认识的人哦。对，我们以前还一起很常读书哎。哦，对，以前常在图书馆，很常一起读书。对。所以我现在要讲你撑伞的那个故事吗？撑伞的什么故事？撑伞的故事啊，就有一次撑伞的那个故事。有一次下雨，我记得好像是要上完日文课，对，然后出来然后下雨，然后我刚好没带伞，然后你就说你有带，你开伞前还跟我说你不要嫌我很宅，然后就一打开上面就对那什么神魔之塔，就那个游戏的名字，一个手机游戏的周边，然后它是一把伞，然后上面就有写很大的那个游戏的名字。然后 Ivy 常常拿这件事来嫌弃我。殊不知我现在比你还宅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今天的主题是跟自己的偶像工作是什么感觉。那我们来请 Ivy 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内容。就我现在是在日本的娱乐业工作，然后平常就是负责经营一些演员的粉丝团，或者是负责拍摄一些日本的综艺节目。有时候有表演的时候，我也会去负责拍一些演员的照片这样。其他也有很多工作啦，但大部分主要就是这3样。真的哦？那你进公司之前，你知道你可以跟自己的偶像工作吗？完全不知道啊！就一开始我看那个网站介绍的时候，他只说要收负责经营粉丝团的人。然后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前一个公司不是很好，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快点转职。我转职的时候就找下一个工作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其实也花了快1年的时间了。所以我就还蛮怕我自己找不到下一个工作的。我那时候看到经营粉丝团感觉也蛮有趣的，我就说好吧，那我也去面试看看。然后去面试后来就上了嘛。结果我发现我进去后，经营粉丝团这份工作可能占我30%而已，其他70%全部都不是经营粉丝团的工作。然后现在就我进去后，我们公司开始负责了一个日本的综艺节目。对。然后那个综艺节目因为其实是跟另外一个蛮大的公司一起合作的，所以我现在就负责那个节目的宣传那些。所以我有时候就要去现场帮忙拍照，才会有这个机会说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明星工作这样。那你第一次知道说自己可以跟自己的偶像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？我那时候整个吓死因为那时候你的眼睛整个发光。因为真的当时我还记得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疫情嘛，只能在家工作嘛。然后那时候社长就传给客户 email 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在 CC 里面，所以我都知道接下来的那些明星要找谁。然后就你知道突然看到了你喜欢你很常看到的那个名字，然后你就会再看了一遍说有没有看错？没有看错，是一样的人还是？然后我就可是那时候其实刚开始传的时候其实还是不确定的，因为那个人其实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明星其实蛮忙的，所以他后面还其实括号了一句说还不确定这样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当下就是很紧张又很开心，可是又很怕不确定。对，就很怕自己见不到他。对，但其实一直玩弄你的感情。那直到后来确定后，内心其实蛮复杂的，因为在公司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这个明星。所以你同事都知道你喜欢这个人。对。那该不会是他们故意安排说让你跟他一起工作吧？
还是就真的是其实巧合？社长也不算是巧合，因为社长其实知道我对这方面有知识，而且我刚好刚进去那个公司，他就说那你就当学习，就是去现场学习一下。然后因为他知道我蛮清楚那个节目的东西的。对。那我接下来想问说，你跟偶像工作之后有幻灭吗？幻灭就是幻灭就是看到你的偶像之后，发现他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然后你就会有点失望。你本来很喜欢他的，可是他怎么会其实是这种人？那你有幻灭吗？看到你的偶像之后？我觉得其实还好不过因为毕竟是工作嘛，所以当然大家都会变得比较认真一点，就当然也会看到他工作的那一面比较怎么说，像严肃吗？对，就不会到说是幻灭，可是就是你平常看节目的时候，就会突然有时候会想到他比较严肃的那一面。怎么讲？就已经完全不能是作为粉丝来看待这个人了，因为看过他另外一种面相了。对，不过也不算是坏事啊。那你会觉得有比以前更喜欢他吗？还是其实没有什么影响？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完了，买他的周边好像有变少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像我以前啊，因为他们平常周末的时候都会有那种活动嘛，就是你很常可以去看到本人这样。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工作太忙，因为现在工作也可以看到他，你就不用再特别花钱去看他的感觉吗？也不是啦，这其实工作更忙也是一回事，然后搞不好就像你说的，在工作上也可以看到他，我干嘛还要花钱？也不是啦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到说幻灭，可是自己内心心境上还是有一些转变。对啊，不过还是很开心的。我现在大概跟他一起工作了3次了吧？哇，很多对啊。那你有偷偷暗示说你很喜欢他吗？没有，我完全不想要。我完全不想要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要给他有压力，就是怎么讲？现场有一个很喜欢你的粉丝，就是买了他50张专辑的粉丝在现场，超有压力的吧？那你会克制自己说不能太常盯着他吗？当然呢。可是你知道有一次怎么讲？就因为我觉得这集应该要拍影片的，你们应该看他现在的表情。你一直在笑，害我就一直笑。然后反正就因为有一次那个场地非常的小，放东西的地方跟化妆的地方全部都是在同一间里面，所以其实我是完全可以看到我的偶像素颜或者是在化妆的那个状态。那他本人跟化妆后有差很多吗？毕竟他是男的，所以平常也没有在化妆所以其实没什么差。而且他拍照的时候有时候也素颜，所以就是一样帅咯。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把刘海夹上去化妆那种感觉，就是平常在这样反而会觉得更萌吧？很可爱啊！这我就是最喜欢男生露出额头的人吗？完全不重要的资讯。对。所以这样算是一种福利吧？对，以粉丝来说完全就是福利啊。对。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场地实在是太小了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有个大客户比较就可能上司那种阶层的人，他要先离开那个现场，所以我就你知道日本就是一定要鞠躬90度，然后跟他说我是卡雷萨玛德，然后我就是敬礼的时候，我就动作太大，不小心撞到后面那个人，然后我就转过去不好意思这样，就后面那个人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明星，然后还在那边没关系，你知道内心这有多爽吗？说可以碰到他吗？是用你的屁股碰到他吗？就整个我也不知，反正我就是撞到后面那个人。你在心中很暗爽？没有，一脸就是有。而且你知道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休息时间嘛，然后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上司，就是因为你知道日本都要有礼节嘛，就是要送他到电梯那边，然后电梯关门前都要敬礼这样。对。然后电梯准备要关的时候，我喜欢的那个明星他又突然冲过来说等一下我也要搭那个电梯。你的偶像？对，我看到他进电梯，我内心就是请问我也可以进那个电梯吗？我也可以在那个空间里面吗？你确定这个可以 po 上去吗？那你可以把它剪掉。好的。反正就是你知道内心戏很多。就是他完全不知道旁边有一个人竟然内心一直在胡思乱想。你知道他刚进来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 schedule 嘛，
就是说几点哪个明星进来，几点哪个明星进来，请你化妆这样。那我那时候就记得还是4点进来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很紧张，我就一直看手机，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嘛。我虽然以前很常在舞台上面看到他，可是这么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。然后他那时候进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怎么只有一个人在发光，完全看不到旁边是谁。对，然后就用尽全身力气吐出了一句“你好”。我以为他说中文呢。没有啦，只是他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，这是用尽全身力气，还不能让自己内心想的东西写在表情上，这样就是要矜持住，不能表现出自己对他的喜爱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毕竟我是去工作的，不是去玩的。对，要拿出你专业的姿态。对。